从河伯望洋星探中领悟人生的智慧与格局。本节目内容由明德国学博圣堂精心制作出品，文案稿纯手输入，请勿模仿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庄子秋水里那个特别有意思的河伯望洋星探的故事。熟悉《红楼梦》的朋友都知道，贾宝玉特别爱读庄子，而在这庄子里，他最喜欢的一篇就是秋水。那这秋水到底有啥独特的魅力呢？这就得从黄河之神和伯河、北海之神若的对话说起了。故事一开始，庄子就给咱们描绘了一幅超美的秋景。秋天到了，洪水也跟着涨起来，千百条江河都一股脑地注入黄河。那场面，黄河水浩浩荡荡，气势磅礴，一路奔腾向东。因为水太宽阔，再加上雾气弥漫，站在两岸往水中沙洲看，连牛马都分辨不清。河伯看到自己管辖的黄河如此壮观，心里那叫一个得意，觉得天下所有的美景都在自己这儿了，谁都比不上自己。于是河伯顺着水流向东而去，打算去远方好好炫耀一番。可等他来到北海边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。他面朝东，眼睛都看酸了，也看不到大海的尽头。这时候河伯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之前那副得意劲儿瞬间没了。他对着北海若不好意思地说，俗话说，道理听多了就觉得没人能比得过自己，说的就是我啊。我以前还听说有人觉得孔子见识浅，博一道义，微不足道，我当时根本不信，哪有这么没自知之明的人呢？可现在看到您这广阔无边的大海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孤陋寡闻。要是没到您这儿来，我还一直蒙在鼓里，肯定得被那些有学问的人笑话死，这可太危险了。从河伯这番话里，我们能看出庄子对事物大小的独特看法。在《齐物论》里，庄子就一直强调万物的大小是非都是相对的，没有绝对的标准。河伯还以为自己的黄河够大了，结果一看到大海，才知道自己差远了。这就像生活中那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，稍微有点成绩就沾沾自喜，固步自封，而真正有见识有学问的人反而特别谦虚，为人低调。这就是认知层次不同带来的差别。人的认知其实有4个层次，最浅的一层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，觉得自己啥都懂啥都能行。第2层呢，是知道自己不知道，有了这种认知，就像有了个空杯子，开始有了敬畏之心，也知道要提升自己了。第3层是知道自己知道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学习，掌握了不少知识和做事的方法，能抓住事情的规律。最高的一层是不知道自己知道，这可不是真的不知道，而是已经把知识经验都融会贯通了，却还能保持谦虚包容的心态，就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都得有反省自己的意识，就像孔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，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。要是对自己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，就容易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怪圈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其实这往往是危险的开始。北海若听了河伯的话，就对他说，井里的青蛙你没法跟他聊大海，为啥呢？因为井口太小，限制了他的眼界。夏天的虫子你不能跟他谈冰雪，因为他只活在夏天，生存的时令太短，根本没见过冰雪，见识有限。见识浅陋的人，你也别跟他讲大道真理，因为他的智慧和心胸被有限的教养束缚住了。如今你从河岸出来，看到了大海，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，这就说明你还能教，我可以跟你讲讲大道了。天下的水没有比海更大的，万千江河都流入大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，可大海却从来不会满。海底的尾驴一直泄漏海水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，但大海也不会变浅。不管是春天秋天还是水灾旱灾，大海都不受影响，它的容量远远超过长江黄河，根本没法计算。可我从来没因为这个就自高自大，我在天地之间就跟小石块小树木在大山里一样渺小，我只觉得自己微不足道，哪敢骄傲呢？再看看四海在天地间，就像小小的蚁穴在巨大的水壶里；中原在天下，就像细小的米粒在大粮仓里。世间万物名称上万人，不过是其中之一。人类遍布天下，每个人又只是人类中的一份子。人和万物比起来，就像马身上的一根毫毛。五帝所统治的，三王所争夺的，人人所担忧的，贤能之士所操劳的，也就这么回事。博以此让王位，博得名声。孔子谈论天下，显示渊博。他们这样自我夸耀，不正像你之前看到河水上涨就骄傲自满一样吗？北海若这番话，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人不能做井底之蛙，不能像夏天的虫子一样见识短浅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人得走出自己的小圈子，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。眼界开阔了，
心胸宽广了，才不会被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困住，也不会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益就沾沾自喜。就像杜甫说的千岁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。做人格局一定要大，不然可能连眼前的美好风景都欣赏不了。这个故事里，河伯一开始见识短浅，以为自己的黄河是天下最美最大的，可当他看到大海后，才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。这就像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一旦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，才发现自己的不足。比如有些同学在自己的班级里成绩不错，就沾沾自喜，可到了更大的范围参加考试，才发现比自己优秀的人还有很多。我们应该从河伯的经历中吸取教训，保持一颗谦虚好学的心，不断去探索去学习，让自己的见识越来越广，认知层次越来越高。不要总是满足于现状，固步自封。就像我们学习知识，不能只学课本上的那点内容，要多去阅读课外书籍，参加各种活动，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视野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些人见识短浅，却还固执己见，不愿意接受新的观念和想法。我们可不能像他们一样，要学会倾听别人的意见，尊重不同的观点，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自己。就像北海若能包容河伯的无知，耐心地给他讲道理，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胸怀，去包容和帮助那些认知不足的人。总之，河伯望洋兴叹这个故事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，它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，扩大自己的格局，这样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，看到更美的风景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